3年前的一天，我在工作时电脑弹出一个通知，有个人发博艾特我，问我能不能教他画画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我根本不会画画，怎么会有人想跟我学？点开他的主页看了一下，他一共艾特了10几个人，除了我以外都是知名的漫画家。可能是看到我跟他们互相关注，就以为我也是漫画家。我看没人理他，所以随便回了一句，说画画是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坚持每天画。他问我画啥，我说画啥都行。他说好的师傅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心想这人真搞笑，谁是你师傅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几天后，我又收到了一个通知，这个人真的开始画画了，而且画的是我的头像。说实话，我觉得画的还不错，但也没太在意。但第2天，这个人又画了我的头像，我心想这哥们儿不会学达芬奇拿我当蛋画吧？果然，从那天开始，他每天都在画我的头像。要是他画得好，我也能忍，但他画得一天比一天差。画得差也就算了，他还天天发博艾特我，说师傅点评一下吧。这要让别人看到了，知道的是你自己画着玩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是报了什么骗子美术培训班呢。就这样过了1个多月，有天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在评论回复他，让他别再画我头像了。他问我不画头像画什么，我让他自己想一下。请注意，我当时回了他一个狗的表情。如果我当年没有回复这个表情，可能一切都结束了。第2天，他开始画这只狗，我心想算了，不理他就行了。于是我强行让自己忘掉这个人。又过了1个多月，我突然想起这个人，我想他应该早就放弃了吧。于是点开他的主页看了一下，我惊奇地发现他居然又画了1个多月的狗，一天都没有间断过。但他的画工丝毫没有长进，一天比一天诡异。不过还真是个有毅力的人呢。于是我在他最新的一个作品下评论了这样一个表情，以表达我对他的敬佩。很快我又把他忘了，转眼又是1个多月过去了。有天我突然又想起这个人，心想他现在还在每天坚持画狗吗？于是我又去看了一下，他确实还在坚持，但画的并不是狗，而是我上次回复他的那个表情。他仍然坚持每天画1幅画，然后艾特我，让我评价一下。画画的水平也丝毫没有进步。我突然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，到底是什么信念让他在画得这么烂的情况下坚持了将近半年的时间？于是我加了他好友聊了一下，但还是很难理解这个人。只知道他之所以想学画画，是因为他喜欢看漫画，最喜欢的漫画角色是名侦探柯南。他的短期目标是积累一些粉丝，未来他想成为艺术家，梦想有天他的作品能出现在艺术馆里。我说那你应该学习根雕或者油画之类的艺术，而且感觉以你目前的方式也很难积累粉丝。然而很快我就被打脸了，没过几天，这个人因为一些偶然的事情竟然真的火起来了，一夜之间涨了好几万粉丝。我心想这人的运气还挺好，本以为他也会很高兴，短期目标这么快就实现了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他突然停止了画画，再也不更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。直到2个多月前，他突然给我发信息，说看到我做的视频了，问我视频里的沙发摆在哪个艺术馆。我告诉了他，然后问他这2年在做什么。他说2年前听了我的建议，突然对根雕很感兴趣，最近终于完成了一件作品，他想去艺术馆问问能不能把他的作品摆在那儿展览。我问他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，想表达什么，他说名字还没想好。虽然我不懂艺术，但我感觉他这东西想摆在艺术馆可能有难度。然而这次我又错了。几天后，他告诉我，他终于实现他的梦想了。他的作品真的摆到了艺术馆里，而且就摆在我的沙发旁边。他说艺术馆老板一开始也不同意，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，老板马上就同意了。我有点好奇，第2天我专门去艺术馆看了一下，他的作品真的摆在那儿，就在我的沙发旁边。当我看到他这个作品的名字，一切都明白了。我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，也许他真的是个艺术家。不久前他又联系我，说他现在有了新的目标，他想跟我学动画。这次我没有拒绝他，他说他决定重新开始。他在视频平台注册了新的账号，叫动画家王者。没过几天，他就完成了他第1个作品。于是从那天开始，他每天都会发1个作品，感觉一切又回到了3年前。说实话，我现在仍然不理解这个人，但每当我想起他摆在艺术馆那个作品的名字，我就告诉自己，不用管他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